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说美媒披露当美国或盟军的舰队集结在中国附近的时候，一群中国无人机抵近侦察。最近几天呢，美国纠集了一群盟友在日本南部的西太平洋海域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海军演习。按照美国福布斯网站的报道，这场演习集中了4艘航空母舰，展示了美国在未来的台海战场上可能调动的最大的海军力量。而中国的反制举动更是前所未有，连续3天派出长航时无人机对这场演习进行侦察监视。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参加这次演习的包括4艘航母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搭载了2个 F-35B 战斗机中队，一个来自英国皇家空军，一个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是英国借的。打击群中还包括荷兰海军的一艘护卫舰，还有英国和美国的驱逐舰参与护航这是第一条舰。第二条航母是美国第7舰队的美国号2栖攻击舰。现在美国海军认为当2栖攻击舰搭载2个 F-35B 战斗机中队的时候，就可以被称为轻型航空母舰。在这次演习中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英国皇家空军的 F-35B 战斗机还在美国号与伊丽莎白女王号之间进行了跨甲板的起降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伊势号直升机母舰，另外还有一艘不参加演习纯粹是路过的航母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它将要前往日本的横须贺港。在第一岛链附近集结如此多的航母和战舰，无非就是向中国示威吧，向中国表明美国和他的盟友有能力介入未来的台海之战。但是中国的反应让美国媒体的分析人员更加的忧虑。中国在8月24号、25号、26号连续3天派出了2种型号的无人机和有人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演习区域进行了侦察和监视。8月24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发现一架 TB001 型无人机在冲绳以西的海域的上空盘旋飞行。8月25号，日本又发现了一架 BZK005 型无人机，伴随着2架运9侦察机一起飞往冲绳南部。8月26号，又有一架 TB001 型无人机，伴随着2架运9侦察机飞往这片海域。日本航空自卫队被迫起飞战斗机进行监视。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遣大型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对美军的海上演习进行侦察和监视，可能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长航时无人机有2种遥控方式，一种呢是通过地面遥控站，由于受到地球曲率或地形的影响，通常呢地面站的数据链路的通行距离不超过300公里，无论无人机的航程有多远，都无法离开地面站的通信距离之外执行任务。那么另外一种呢是通过卫星链路进行遥控，那这种方法能够彻底的解放无人机的活动范围的限制。很明显了，这一次中国使用的无人机都带有卫星数据链，这表明中国早已建立起了覆盖第一岛链的军用通信卫星系统。美国媒体承认，虽然美国这次集结的演习力量对中国海军和空军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他们所处的位置都在东风快递的打击范围之内。但是中国的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都需要寻找和指示目标，如果用有人侦察机来执行这个任务的话呢，机组成员将会冒比较大的风险，因为美方舰载战斗机的实力还是很强悍的。如果用无人机来执行这个任务，那就没什么顾虑了。TB001 和 BZK005 型无人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指示目标，美国无论集结多少航空母舰都只能成为靶子。当然了， TB001 和 BZK005 型无人机都不隐形，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被美军击落。事实上，中国并未用出真正的杀手锏无侦8无人侦察机。这款侦察机在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展示过，外媒推测它是由轰6轰炸机挂载，在空中投放用火箭发动机推动，能够以高超音速接近目标，美军舰队基本上无法防御。等到战争真的爆发，那无侦8就要出场了。现在先用普通无人机同美军玩玩。好，这句话题就这样。